你们敢信吗？一个二婚的女子竟然能把曹家搅得天翻地覆。传说曹操为她不惜大动干戈，曹丕对她也是一见钟情，非亲不娶。就连大才子曹植都为她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洛神赋》。当时的民间就有传言，江东有二乔，河北甄宓俏，她就是魏文帝曹丕的原配甄氏，死后被追封为文昭皇后。甄氏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甄姬。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罗，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甄姬。说起甄姬，玩过三国游戏的朋友们肯定不陌生，妥妥的大美女。怎么形容她的颜值呢？这么说吧，三国时代最有权势的三个男人曹操、曹丕、曹植，都曾被她迷得神魂颠倒，甚至不惜把她的生死当作权力博弈的棋子。可惜啊，自古红颜多薄命，她的结局不是当上皇后母仪天下，也不是跟心爱的男人双宿双飞，而是在她38岁的那年被自己的丈夫曹丕给活活逼死了。更惨的是，据说在给她下葬的时候，曹丕下令用头发把她的脸盖得严严实实，嘴里还塞满了米糠之类的脏东西，没有给她留半分尊严。她这一辈子啊，可不光是情场失意那么简单，简直就是一部写满了背叛、欲望和算计的权力游戏。甄姬也有人称她为甄宓，但是我们真正去翻史书，压根就没有这个名字的任何记载。正史里面人们就叫她甄氏或者甄夫人，不过呢，她的灵魂却活在了曹植那篇流芳百世的《洛神赋》里面。赋里面描绘了一个如梦似幻、美到不真实的落水女神宓妃。据说曹植就是照着真实的样子写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段传说，后来人们就把宓妃的名头安在了她的头上，这也就是甄宓这个名字的由来。西元183年，甄宓出生在中山无极的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他的祖上是西汉时期位列三公的太保甄邯。据说这个甄邯还和王莽关系密切。到了东汉时期，他爹甄毅是上蔡令，也算是一方父母官。据说甄氏家族在当地富甲一方，人丁兴旺。甄毅总共有8个孩子，3男5女，甄宓是最小的那个，所以他从小就被全家捧在手心里。据说在他小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家人都仿佛看到有人把浴衣盖在他的身上，因此都觉得这个孩子将来肯定不简单。可惜啊，好景不长，甄宓在他3岁的时候，他爹甄毅就病死了。办丧事的时候，小甄宓哭得无比伤心，这一举一动让周围的亲人心疼不已，对他也多了几分钦佩。后来家里人请了一个当地特别有名的算命先生来挨个给他几个孩子看相，结果刘良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指着他就说了一句特别玄乎的话：此女将来贵不可言，有皇后之运。除此之外，甄宓从小就和一般的女子不同，特别爱看书，各类诗词歌赋看一遍就明白，学一遍就会。更有趣的是，他还经常偷拿他哥哥的笔墨练字写诗。他哥哥看见了，还指着他说：这女子应当学习女工，读书能有什么用？莫不是以后还得当个女博士不成？结果甄宓回答：自古那些有见识的女子都是要学习前人的成败经验，以此来警示自己的，不读书又何以为鉴呢？这话一说出来，周围的人都惊呆了。要想想，这可是一个不满10岁的女孩子说出来的话，放到现在这格局、这眼界，都令人不得不信。他这一生注定不平凡。时间回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以后，百姓流离失所，天灾之年，很多人为了能够活下，只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贱卖。甄宓他们家呢，家里丰厚，粮食也多，算是当时少数还能撑得住的富裕人家。但那个时候，甄宓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家里是他的母亲当家。他母亲一看老百姓到处逃难，变卖家产，于是也动了心思，想拿着家里的粮食去换那些金银珠宝，给甄家再添点家底。此时的甄宓已经是一个10几岁的大姑娘了，她看到这种情形以后，便上前劝阻。她说道：这乱世求宝，并非善策，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就是所谓的因财上升，不如开仓放粮，把家里多出来的粮食用于救济灾民，给自己的家族积攒一些福报。这话一说，全家人都不说话了。
最后，曾家决定开仓放粮，救济老百姓。老百姓非常感激，到处传颂曾家的美德。没过多久，当初那些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的富豪，没过几年就在乱世里遭了殃，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唯独这个曾家不仅平平安安，名声还越来越响亮。而曾福呢，也不再是那个被宠着的小姑娘了，她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格局和善良，也慢慢开始显露出来了。曾福不仅知书达理，更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她的容貌。她到底有多漂亮呢？当时民间就有这么一句话：江东有二乔，河北曾福俏。大家都知道，大乔、小乔是当时出了名的绝色姐妹花。就算跟二乔相比，曾福的美色也是公认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董卓之乱结束以后，天下豪杰并起，各路诸侯开始争夺地盘。其中，袁绍凭借着家大业大，占据整个冀州，成为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军阀之一。袁绍的二儿子袁熙听说曾福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还知书达理，就主动上门提亲。曾家一看袁熙一表人才，又是大户人家的公子，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这门婚事。曾福就这么嫁到了袁家，成了袁熙的正妻。刚结婚的时候，小两口日子过得非常甜蜜。曾福对公婆也是非常的孝顺恭敬，家里家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袁熙对他更是百般疼爱，夫妻俩相敬如宾，非常的恩爱。可是这种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官渡之战打响了。曹操在乌巢放了一把火，袁绍近乎全军覆没。回到冀州后不久便病死了。可袁绍的突然暴毙，导致几个儿子为了继承家产相互内斗。袁绍的大儿子袁谭为了对付他那两个弟弟袁熙和袁尚，便投降了曹操，想借着曹操来夺回冀州。曹操便借机北上攻打冀州。西元204年，曹操带着他的儿子曹丕一举攻破了冀州的邺城，袁家的势力一夜之间也就土崩瓦解。就在袁府被攻陷的时候，曹丕第一个冲了进去，一眼就瞧见了曾福，当时就被曾福的美貌给迷住了，便想将她占为己有。据说啊，当时曾福和她的婆婆躲在一起，她的婆婆为了防止她的美貌吸引人，便在她的脸上涂满了泥土，但即便是如此，也遮挡不住她的姿色。还有一种说法，曹操当时也对曾福动了心思，但是自己的儿子先开了口，而且态度非常坚决，曹操也只好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曾福的命运再次被卷进了权力斗争的漩涡，这个一女乱三朝的故事也即将上演。曾福嫁给了曹丕之后，先后给曹丕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之后，曹丕当上了世子，身边的美女也越来越多，而曾福也从来不争宠吃醋，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劝曹丕对后宫的姐妹要一碗水端平，雨露均沾，这样家里才能和和气气的。尤其是对那些怀了孕的妾室，曾福更是照顾得周到，生怕他们受了半点委屈。我想，这恐怕是现在万千男性心中最理想的伴侣了吧？他的这份贤惠与气度，不仅赢得了曹丕的尊重，也在府中上上下下广为传颂。他不仅在后宫中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和婆婆卞氏关系也处理得特别好，可以说算是做到了滴水不漏。她的婆婆卞夫人早年是歌妓，四处飘零，也落下了不少的老毛病。曾福知道以后，把这个婆婆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当卞夫人生病的时候，她便日夜守在床前，悉心照顾，稍有不周便寝食难安。卞夫人看在眼里，心中也深受感动，所以时常在外面夸赞她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好儿媳。但是即便是如此，身处帝王家的她，即便贤德到这个地步，也难逃命运无情的捉弄。这俗话说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曾福这一生最大的不幸，或许正是嫁给了曹丕。随着曹丕地位日益稳固，身边不断有新的美女环绕。曹操去世以后，曹丕顺利继承了魏王之位，不久逼迫汉献帝禅让，正式登基为帝，开启了曹魏王朝。登基之后的曹丕身边自然更不缺美女，曾氏逐渐失宠。而曹丕后宫之中有一位极受宠的女子郭夫人，也就是后来的郭皇后。这位郭女王啊，聪明伶俐，擅长权谋，又深得曹丕欢心。为了争夺皇后之位，她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经常在曹丕的面前挑拨离间，散布一些流言蜚语。
他一口咬定曾福对曹丕心怀怨言，时常抱怨自己被冷落，还暗示曾福可能心怀不轨。起初，曹丕对这些话并未在意，但谣言一日复一日地灌入耳中，纵使再深的感情，也难逃被怀疑的侵蚀。时间一长，曹丕心中那点信任也逐渐开始动摇。西元221年，此时的曹丕已经称帝2年，定都洛阳，而曾福却被冷落在遥远的邺城，孤零零地守着空房，看着春去秋来，宫中的恩宠早已转移。他的身边只有无尽的寂寞和沉甸甸的夜色，思念和哀怨日积月累。曾福终于提笔写下《堂上行》这首诗，倾诉着满腔的委屈与不甘。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恋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恋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眷诉所爱。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说我的坏话，你也因此不再理我，可我却还在惦记着你。想起你走的时候，我却整日发愁。只要一想到你，心肝脾肺全都揪着疼，以致夜不能寐。只求你别因为身边多了几个新欢，就把我这个旧人给忘了。看得出来，这并不像是在责怪，更像是一个女人在低声的哀求，哀求那个曾经亲昵到骨子里的人，别这么快把自己给忘了。字里行间皆是深情，只可惜啊，这一片深情算是错付了人。甄姬这首诗刚送出去不久，那位郭女王一看曹丕对曾福好像还有点旧情，立刻就联合其他的妾室一起诬陷曾福，说他咒骂皇帝，图谋不轨。曹丕本来就对他逐渐厌倦，如今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也就懒得深查，便轻描淡写地下了一道圣旨，赐死曾福。没有解释，没有宽容，只有冰冷冷的政治和深宫里的心机。此时的甄姬年仅38岁，正值盛年，却因权谋和谗言香消玉殒。据说他死的时候，曹丕为了防止他到阴间告状，竟下令在他下葬的时候用头发遮住他的脸，口中塞满米糠，以此堵住他的怨言。如此狠绝，令人唏嘘。而就在甄姬死去的同一年，远在外地屡遭贬黜的曹植又一次被降为了鄂城王。在赴任的途中，他途经洛水，望着水天一色，思绪翻涌，于是他写下了那篇传世之作《洛神赋》。在这篇赋中，曹植将洛水女神描绘得如梦如幻，美得不可方物。他既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仙姿，又有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柔情。曹植在文中虚构了一段与神女相识相知，却终究不能相守的缠绵故事。而洛神的形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写的就是曾福的化身。所以有人说，《洛神赋》是曹植写给曾福的一篇情书。他早就偷偷倾慕这位美貌与才情兼备的嫂嫂，只可惜因为身份与礼教所限，终究只能将爱埋藏在心底。于是借着洛神之名，倾诉着无法言说的情愫。甚至更有一些传闻说，就连曹操曾经也对曾福心生爱意，曹家父子3人都为了这一个女子所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女乱3朝的传闻。曾福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曹睿被立为了太子。西元226年，曹丕去世，曹睿继位，就是后世的魏明帝。曹睿自幼便和母亲分离，对他的死因也一直心存疑虑。等到真正掌权以后，他第一时间便追封甄姬为文昭皇后，为她修建了气势恢宏的陵墓，以皇后的规格为她正名昭雪，也算是对母亲最后的弥补。只可惜啊，再高贵的谥号也无法挽回那一段被辜负的一生。曾福的命运终究是被时代的风浪所裹挟，消散在乱世的尘埃之中。而他留下的故事却仍在1000年以后被后人反复传颂。OK， 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说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我们的下方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